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21号，欢迎来到周末漫谈，欢迎订阅、转发、评论，让你我的交易之路不再孤单。时间过得很快，又到周末了，因为是漫谈嘛，我们就把节奏放得慢一点，然后主要先看一下下一周有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是需要我们关注的，然后呢，再看一下指数和特斯拉。是之前我们一直跟踪的，看一下他们的大周期，看一下目前他们在什么状态。那么在经济数据方面，下周比较重要的这几个经济数据，主要是有周三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要，美东时间下午2点，以及呢周四的这个 GDP 数据，美东8点半，还有就是说周五的这个 PCE 数据，所以说3、4、5都是比较重要的这个经济数据，时间点位也比较关键，所以说我们需要关注一下。那么我再介绍一下我的 price action 的策略是基于什么的，主要是基于缠论，再结合波浪理论以及一些传统的理论。那么传统理论呢，就是一些均线啦、支撑位、压力位这些东西。整体呢是一个组合的一个策略。那么学禅用禅也是我之前的视频也介绍过，有过10几年的那个学习过程。但是很多时候吧，你这个学习可能是知道和用它并不能够对等，就是知行合一，很多时候其实并不容易的。通过做我这个视频这个频道也有大概半年的时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其实我做这个频道的主要目的，我在之前的视频中也多次提及过，最首要的目的呢是为我自己服务的，也就是说我是利用这个频道，利用我每天的这个高强度的一个复盘，我是用来做我的思路疏导的一个功用的。因为很多东西你学完之后并不成体系，然后很多时候其实是很混乱的，然后再把你这个混乱的认知用到你的实际的操作中的话，那会很多时候是一个很乱的一个操作节奏，尤其在节奏上。所以说通过这段时间的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复盘，其实对我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我自己切身体会的，在操作上在节奏上真的是非常的得心应手，现在更加的自然了操作上。那么在帮助我的同时，我也希望，因为禅论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一个东西，这么好的一个理论被禅师分享了出来，给所有的人去学习，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这么一个微小的一个频道，能够让一些有心人也好，或者有缘人也好，能够接触到这个理论，能够学习到这个理论。然后呢，其实我从抛开我个人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学禅的人，或者说能够接触到网络上现在很多的信息，能够有人带着学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也好，或者说非常的更容易接触到这个东西，然后你也更容易入门了。当我刚开始学禅论的时候，那么其实是很难的，刚开始就是靠自己去学，但是后来也是跟一些老师在学。那么怎么利用好我这个频道呢？你如果想学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最好的就是你首先你自己要去学，要想去学，然后呢，你可以结合你自己的分析，再拿我的这个分析做一下比较。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东西，因为我这个毕竟有过10几年的这么一个学习过程，然后又有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交易经历，可能很多细微的东西上，你可能是顾及不到的，或者分析不到的，可能会学习到一些东西。其实交易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把心态，其实到最后拼的是心态。很多人觉得好像拿巴菲特、拿那个芒格这2位投资界的传奇来说事儿的话，很多时候觉得好像是放到跟普通人来比较没有可比性。其实吧，我们不是要去学习跟巴菲特或者说芒格这2位传奇人物去比他们的财富，那这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习的就是他们的心态。
你要把投资当做一个长期的事儿来看，而不是说短期的3、5年的这么一个活动。真的，如果你一旦把你的心态放平之后，你的投资周期放长之后，你的心态就不会那么急躁了。你的每天的交易也不会觉得啊，今天赚了一点，明天亏了一点，你也不会那么的浮躁了。还有就是说，你用于投资的这个钱呢，非常关键，一定是没有压力的，或者说没有长期压力的。你即使短期用一些 margin 的话，用一些马金的话，但是你不要让你用的钱是借贷的钱，或者说用来要买房子的钱，或者说你这个钱一定是没有压力的，一定是闲钱来投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把你的眼光放长远，那么心态放平和。这样的话，你的投资很多时候，你的持仓你是不会有一个焦虑感的。很多人觉得，哎呦，那个每天交易来交易去，很多时候其实是很耗精力的。所以说，你的心态一定要放平和，你的投资周期要放长，然后最关键的，你最后赚钱与否呢？其实有很多因素起作用，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就是你的成本。你如果持仓的成本过高，那么你是无法抵御市场每天这些波动的，大波动、小波动都会对你造成波动。那么你的持仓，你是不可能有长期持仓的那种状态的。长期持仓并不容易，首先来说，这是确实是事实。那么只有你的持仓成本够低的时候，再加上你的持仓的量要够重的时候，长期来看你才能赚到钱。你不能说成本是低，但是你持仓量非常小，然后你手里可能就几万块钱，然后买了10几只股票，那么你也是赚不到什么钱的。所以说，禅师也好，或者说巴菲特、芒格经常提及的就是说，你的持仓量、持仓股数一定不能够太多，就是说股票的个数，那个股票的标的一定不能够太多。禅师多次提及这些，不是说让我们毫无自己分析、毫无自己研究的去重仓一些非常非常波动非常大的一些小盘股也好，或者说那个跟药相关的一些股票，你一定要做自己的研究，这是最重要的。首先是，然后你精选个股之后，然后相对的一个重仓持有，然后再利用一些小级别的波动，比如说我们经常做的1小时周期的分析，利用这个小级别的波动打短差，让你的持仓成本降下来。你只有一个够低的持仓成本，你才能够保证一个长期的持有，那么这样才能够长期给你带来一个丰厚的一个回报。所以说，首先持仓不能够多，其次持仓量，那么这都是一个练习的一个过程。但是对于我们散户来说，其实去学那些基本面分析不容易的。我们又没有专业的背景，然后要分析各种财务报表啊，看这些报表的数据啊，你是没有办法分析的。所以说，但有一个取巧的办法，就是说你从其他的这些大的基金持有，比如说巴菲特他的基金里面持有哪些，然后呢，你通过他已经帮你筛选一遍了，然后你从他的持有的那个标的里面选几个，然后你自己又有认同感。其实我们所谓的投资，就是你的认知变现。短期有可能你去听个消息啦，打探个inside news 啦，或者说怎样怎样，但是长期来说就是你的认知变现。所以说我们最终要做的是提高我们的自身认知，长期投资就是要提高你的自身的认知。所以说，你如果真正的想把投资作为一生的事来干的话，那么其实是一个一生的学习过程。因为基本面的分析又那么难，但是技术面呢，它的变化又这么多，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时间应该投入到技术分析的学习上。基本面的分析，你如果有那个能力，你当然可以去做了，但是没有那个能力的话，其实你可以刚才我提那个捷径，就是通过其他的大基金的一些持仓，你去选一些你能够有自己的认同感的一些股票，然后你长期持有它，你心里是没有压力的那种股票的
那么基本面方面你是不用担忧了，那你们更多的时间就是放在技术面的学习。那么技术面我们又有缠论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论，其实很多时候或者说长期学习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缠论不单单指导你的一个股市交易，更多的时候对你的人生上方面的指导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了，这个东西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只有在你长时间学习之后，你才会有更多的体会。那么我们这个频道更多的是就是重心在技术分析上，通过先把技术分析提高到一个位置，提高到一个得心应手的一个位置之后，那么再慢慢提高我们的认知。好的，那么大概用了10分钟时间讲了很多看似跟那个技术分析不相关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是在我现在看来，其实更多的是本源的东西，希望能够给到一些有缘人，能够一些怎么说呢，让更多的人少走一些弯路吧，如果能够认识到的话。那么我们再进入到正式的技术分析，我们主要就是看一下指数和特斯拉，我们一直跟踪的这两个。这是指数的月线大周期。那么指数这个月线大周期，在周5的时候，还是周4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我们当时在我应该记得是盘前快评的时候，当时周5之间的盘前快评的时候说过。至于什么呢？我们具体再分析一下。我把这个画图软件弄出来。好的，画图软件出来了，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这个周期是月线这个周期，然后本周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最高点在4212.91，这个月的高点打掉了2月份这个高点，那么就造成了3491.58这一笔的延续，现在是3491.58这一笔的延续了，所以说本月剩下的交易日的话，对多头来讲可以说是高枕无忧，也毫不为过，因为空头如果想打压出来一个月线的顶分型的话，那么需要等到下一个月才有可能了。所以说本月剩下的周期月线上是没有可能出现顶分型了，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上面也有几个黄金分割的位置，对吧？下一个位置就在4311.69，看一下这一笔能否继续延续到4311.69，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压力位置，黄金分割的。那么在月线上的话，还有就是这个 MACD， 我们看这个 MACD， 看它这个快门线能否交叉之后往上拐，如果能够交叉之后往上拐的话，那么它的延续性的话会更好。那么再回到前高4818也是不成问题的，如果 MACD 这里能够跟随上来的话，那么在月线上的话，我们就要关注这个4311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的话，那么我们在之前提过，在周线上这里是有个缺口的，我们看这里是有个缺口的，缺口的位置是在4218.7到4203.04，那么本月呢最高点是4212.91，已经把这个缺口大部分是补上了，还有一点点没有完全补上，所以说下2周的交易日，我们还要关注他们能否把这两个交易日能否把这个缺口完全补上。那么补掉这个缺口之后再掉头也是可以接受的，对吧？因为周线以上的缺口都是非常重要的缺口，补上和不补上在技术上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它能否把这个缺口补上。还有就是说呢，我们在周线上再具体分析一下，这是周线，那么在周线上4818这个竖线左面这一段和右面这一段，我们分析一下它的区别。左边呢是一个带中枢的一个下跌，这里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中枢，那么带一个中枢的下跌，我们叫它盘整下，这就叫盘整下。那么右面呢，严格按照缠论定义的话，它只有3笔，
那么3笔，而且第3笔的高点是超过了第1笔的高点了，那么它就组成了一个什么呢？组成了一个线段了。3笔组成一个线段，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个盘整下对应一个线段上，这在技术上它俩的周期是大小相等的，它俩的级别相等，它俩的级别是相等的。那么一个盘整下对应一个线段反弹之后再下来，这在技术上是非常完美的，这是非常完美的。如果从这里就掉头的话，那么你是无话可说的，它在技术上是非常合理的。尤其又到了现在又在这个半分位这个位置，然后再往上一点是 0.618， 所以说在这里掉头的话，你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它为什么要掉头？因为它到了这个关键位置，已经调整已经技术上是完全满足了它的那个反弹了。也就是说，一个盘整下对应一个3笔的一个反弹，它是非常技术的。那么从这里掉头的话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3笔意味着什么。那么还有就是说，它现在有这么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区间，这里我们之前看过这个三角形的区间，也就是这几个高点连线，下面也是几个低点连线，组成了这么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区间。现在呢，这个本周是在这个区间之上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形。它如果能够继续延续这个上涨的话，那么这个状态是比较好的。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分析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段的这个上涨它的延续性，因为你做多的话，主要就是看它的延续性，对吧？只有延续了上涨，你才能赚到钱。那么它如果要掉头的话，那么你是做多是赚不到钱的。所以说你是要分析的就是分析这一段的延续性，因为它是周线上的第3笔嘛。我们现在就是要分析这段是否延续，还是说是否要掉头了。好的，那么我们就降低周期，利用缠论的区间套的这个方法，我们看一下更小周期。好的，这就是刚才我们在周线上高量那一笔，这是在日线上呢，在日线上现在也是形成了3笔了。在日线上这3笔呢，如果你经验不多的话，其实不太好分析的。我把这个所有的画线都去掉之后，大家能够看到我画的这个3笔是这么画的。这是我画的那3笔，然后它有一些细小的差别，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它这一笔这一段它的下跌是不成比的，这段下跌不成比，换一个颜色，这段下跌不成比，这段上涨也不成比，但是呢，前面这一笔成比的，然后这一笔的下跌也是成比的，那么它的最终又是从这里又是一笔上涨。所以说我们需要画笔的时候，就是把前面这笔延续到这个低位，因为这个低位打不掉了前面这个低位，就是说这个位置更低，这个价格更低，所以说你这一笔的画法是应该延续到这里来，然后从这里向上是一笔。那么我们再把图形我之前画的那个放出来，大家看我画的是这样的一个3笔，那么这样的3笔也构成了周线上的一笔。那么我们现在要跟我们刚才周线上分析的方法一样，就是说我们周线上分析这一笔是否延续，我们又跑到了日线上来，对吧？那么在日线上又是一个3笔，就类似一个同构的一个结构，这是非常神奇的。那么我们现在要分析的就是这一笔在日线上的第3笔是否要结束，我把这个价格也标出来，也就是4048上涨这一笔是否能够结束？只有这一笔结束了，那么日线上这3笔的一个状态才有可能结束。也就是说，这一笔第3笔如果结束的话，它才可能下来，对吧？不管它是下到哪个位置，它是要掉头了。只有它掉头，那么周线上这一笔才能有可能掉头。大家能清楚这个的连贯性了吗？这就是你把你的交易级别联立起来分析的一个好处，那么你的交易是一个立体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分析的就是4048上来这段，那么上来这段我们又要降低周期，去它的小时周期上。那么我们这段高量呢，就是我们刚才在日线上高量那一笔的小时周期上。在小时周期上的话，我们在每天的跟踪里面跟踪了很多，那么我们也继续再看一下，复习一下。在小时周期上，这里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中枢。然后呢，从
这一波上涨，我把中枢的组件也画一下，大家能够清晰的跟踪一下。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中枢的组件，一笔下，一笔上，一笔下，组成中枢之后呢，从4098这笔上呢，它是比较纠结的，它一直出现过几次下蹲，但是都没有打新低，出现过2次下蹲，都没有打掉4098.92这个点，所以说它这个最后这一笔啊，你不要看它很复杂，但是它确实是这个中枢的离开段。那么我们又用扩展器去比较了一下什么呢？我们比较了一下进入段和离开段的一个力度，我们能够发现一个什么呢？我把这个扩展器再扯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呢？大家看，现在这段是进入段，然后这段是离开段，那么它的等比例的位置竟然在4197.66。那么在周五，虽然说在周四的时候是刚好打到这个等比例的位置，在周五的时候虽然说突破了一点，但是又下来了，证明了这个等比例位置在技术上是有效的。所以说你如果知道了这个等比例的位置之后，那你在这个位置是不会进场去做多的，你起码是会去减仓的，对吧？尤其你在下面这里如果有进那个机动仓的话，你在这个位置肯定是要减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现在它从4212这笔下跌，它是没有成比，它目前没有成比，所以说我们要等的就是这笔下踩那个回踩成比之后，那么针对下面这个中枢看它回踩的位置，那么我们又把黄金分割又扯出来了，我们把黄金分割也扯出来，从归最高点，那么我们能看到3个位置，这3个位置如果到了0.618的话，那么就比较弱了，又回到这个中枢了。那么如果它要回到这个中枢的话，那就是继续进行中枢震荡，对吧？如果能够不回到这个中枢的话，到0.5或者说0.382这2个位置的话，针对下面这个中枢的话，都是一个3买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它如果下来的话，那么是一个3买，你还可以把下面减掉的机动仓再加回来，然后再期待它向上走。那么这就是一个操作的一个节奏了。你在高位的时候，或者说在这种位置的时候，你是去做减仓动作的。那么在下面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你不是去做割肉，也不是做那个杀跌，而是去进场做多的。所以说这就是你的操作节奏。追涨杀跌是永远都不要去做追涨杀跌这个操作的。那么我的一贯的是，我们的分析，因为它的周期是小时周期的嘛，它这个周期是小时周期的，我们的所有的分析都是你手里是有底仓的前提，那么用小时周期来做差价打短差降成本的，做空这个活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针对小散户的话，我是不建议你去那个做空也好，或者说你去做期权那些对冲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减仓。你如果觉得不看好这只股票这个位置的话，你就减仓就好了嘛，对吧？减仓就是最好的对冲。你去做那个直接做那个借股票做空也好，说去做期权做空也好，那个难度相对来说都太大了。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减仓而已。所以说上涨了我也不怕，我有底仓，对吧？下跌我也不怕，我又有机会做短差了。因为我们这个周期是1小时周期，那么1小时周期的话，成比的话，最少要5根 K 线，那么5根 K 线的话就是5个小时，那么你每天交易基本上1-2天、2-3天就有一次进场的一个机会的。如果这种不是那种大幅的那个延续性非常大的那种单边的下跌的话，基本上1-2天、2-3天就有一次进场打机动仓、打差价的那么个机会。所以说做差价是很容易的，而且差价你如果，但是前提是你的节奏要掌握好。所以说心态要放平，手里的那个底仓拿得住，你这样的话涨也不怕，跌也不怕，那么你整天面对的市场的时候，你不是面对市场是就处于一个焦虑一个状态，处于一个恐惧的状态，又怕涨又怕跌，那么你的交易是一个很有节奏的、很有章法的一个交易。那么你每次那个进场的时候、出场的时候，你都是那个有你的技术信号可依的。我们因为是严格按照信号来操作的，那么既然
按照信号操作的话，那你就按照信号来，对吧？那我们对指数做一个小结。指数的话，首先在月线上是成比了，延续一笔。那么下一个关键的位置在4311.69。那么本月的话是不可能出现顶分型了，所以说在大周期上我们是高枕无忧的。在周线上我们看一下，是处在一个大的三角整理的上方，看一下它的是否延续。然后还有就是周线上有这么个缺口还没有完全补掉，也要关注它是否能够把缺口补掉之后再掉头。然后到了日线上的话也是一样，也是第三笔的那个分析，我们需要分析第三笔的延续性。那么第三笔延续性我们又到了小时周期上，小时周期上又在这么一个关键的等比例的位置上之后，它现在回踩还不成比。如果回踩能够成比的话，我们就要关注这三个位置，它是继续延续这个1小时周期的中枢震荡呢，还是出现一个300之后向上走？这个怎么选不是我们的主观臆测，而是市场的选择。我们要做的就是根据市场的选择而做我们的应对，这就是我们的策略。好的，那么指数就分析到这里了。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我们也一样看一下它的大周期。特斯拉的话，这是它的月线周期。在月线周期的话，你能够清楚的看到，如果跟刚才的指数比的话，它是弱的，因为指数已经到了 0.5 上方了。那么特斯拉这个月线上连一笔的反弹都没有成型呢，它只是出现了一个月线的一个底分型了，对吧？但是它还一笔的反弹还没有，所以说，那么本月的话，如果能够出现这上升一笔，当然更好了，但是难度比较大，因为空间还是挺大的。我们也可以测一下，从周五的一个收盘，如果出现一笔的可能性之话，那么需要上涨22%的一个情况才能够出现月线上一笔，那么需要基本面上特斯拉的一个配合了，但是可能性不多了，因为也没有什么财报那些东西，所以说月线上出现从101.8这里出现一笔的可能性的话，可能性很低，只能这么说。那么如果出现的话，那么就要关注第一个压力位，就是 221.26 这个位置。我们再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的话，现在从152.37这个反弹已经出现4根 K 线了，也就是出现4周的一个反弹了。现在大家看这个周线上这个200均线，周线上这个200均线刚好是顶在了周五这个高点这个位置上。那么下周，但是呢，因为本周这个高点收在了几乎是最高点，那么下周只要稍微的超过了本周的最高点的话，就会延续出一笔了，大家就注意了。那么从152.37反弹就很容易成比，反弹成比之后，直接就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通道的上沿了，大家看到了吗？这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通道，所以说如果成比之后怼到这个通道这个位置，这个通道上沿的位置大概在200左右，又是一个整数位置。那么到了200附近的话，我们要严格注意，这里是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的，因为想突破这个通道往上走的话，需要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上升才有可能突破这个通道。那么如果一旦又成比之后，又到了这个通道上沿200附近的话，那么一定要注意是不是要下来了。那么你如果是从周线上分析的话，周线上上面这里有一个中枢，如果你这笔反弹成比之后，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2次确认了。你这次一次反弹算确认，然后再反弹确认，那么它就可以下来了，晓得吧？相当于你有了第2个中枢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那么相当于虽然说这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是有接触的，因为你看这里217.65和前面这里是有接触的，那么这个中枢变大了，它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大中枢之后，这里形成一个大中枢之后再往下砸，这里是进入段，这里是离开段，理论上这是完全合理的，一定要有清楚的认知。但是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出现这种情况呢？那就是这一笔的反弹了。其实152.37这笔反弹非常重要，首先就是这笔反弹不能够出现这种弱反，一定要是强反。强反之后呢，如果这笔反弹我们算第3笔或者说第3浪的话，前面这一笔 101.81 到 217.65 这算第1笔的话，这算第1笔，后面这算第3笔的话，那么3对1不能有背驰。
一定要这种力度很强的上去。那么有强的上去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一个4浪的弱势回踩，那么就会出现一个5浪上升。只有这种情形才不可能出现我们刚才说那种大周期的那种扩张之后再下来那种状态，大家清楚吗？所以说152.37这笔反弹就很关键很重要了。那么我们再到更小的周期看一下152.37这笔反弹在日线上是个什么状态。日线上现在是完全成比了，大家能够清楚的看到这里是完全成比了。然后呢，它又把前期这个跳空缺口给补上了，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这个跳空缺口是什么呢？是当时特斯拉之前出财报的时候出现一个大幅的跳空缺口，这个跳空缺口现在是被完全补上了，然后从152.37在日线上是完全成比了。我们现在就要分析的是152.37这个日线上这一笔在它的更小周期，也就是1小时周期上是个什么状态。只有在1小时周期上分析好了它是否要掉头了，那么才能知道在日线上这里是否要掉头了。因为它在日线上现在基本上是还是在这个有这么一个类似一个通道的一个中轨的一个状态，还是一个相对偏弱的一个状态，还不是很强势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下152.37日线上这一笔在1小时周期上是什么，也就是利用区间套来分析了。那么区间套我们又看到这个1小时周期了，现在是大家能够清楚的看到1小时周期。1小时周期呢，因为这个第二个中枢的低点164.35这里和前面这个中枢有接触了，它回到这个前面中枢里了，那么就造成了这两个中枢出现了扩张了，它变大了级别。然后呢，它周五又是一波拉升，但是如果你在下边，因为我是把我的金融仓已经减掉了，我是在173附近减掉了我的金融仓，因为它是在这个上沿附近了嘛，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我做的就是差价，为的就是降我的持仓成本。那么我的底仓还在，对吧？我不论你是涨到多高，你都会有回踩的。你涨一天涨50%我才高兴的，不可能出现踏空啊，对吧？我手里有底仓，我怕你涨吗？我是不怕你涨的。所以说这个心态是一个很平和的一个状态，就是耐心等待它一笔回踩。那么跟我们刚才分析的一样，那么我们想分析回踩，就是要分析什么呢？就是要分析164.35在1小时周期上这一笔，现在这是很强的一笔，它的内部周期15分钟上是个什么状态？因为它的这个181.69这个高点出来之后，虽然出现了这个1小时周期的顶分型了，但是还没有出现一个回踩，也就是说，我只有出现回踩之后，然后跟前面这个中枢比较，是否出现这个中枢的300之后，它还可以再上去。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分析164.35这一笔它的内部结构。我们再看一下15分钟，今天我们看的级别稍微小一点，给大家详细看一下。在15分钟上的话，从164.35上来这一笔，这个是在小时周期是一笔，在15分钟上大家能够清楚的看到它已经有2个中枢了。在周五我们做盘中快评的时候我说过，这一笔如果回踩不能够碰到这个中枢的话，它还可以再上去，它确实是上去了，对吧？现在它在15分钟上已经有清晰的2个中枢了。它现在是可以走 C 段，它也可以不走 C 段，直接就往下砸。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中枢，只要出现中枢之后，这个上涨随时可以结束，一定要清楚。C 段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一定要注意。最重要就是出现中枢，出现中枢之后，这一波走势随时可以结束。所以说这个 C 段是尾段中的尾段，尤其它这个周期又是15分钟的，那么这个 C 段我是从来不要这种 C 段的。所以说现在耐心等待就是 C 段，它继续往上走的话就是 C 段了嘛，那么就等待它结束，等待结束之后就等待它的回踩一笔，那么回踩一笔就是1小时周期的这个中枢，针对这个中枢是出现300，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枢变大了呀，它2个中枢出现了高低点出现了碰撞之后，它这个中枢变大之后，我需要2次回踩，也就是说在小时周期上出现2笔的回踩，才针对下面这个大中枢才是300，一定要注意了，一次回踩它的级别不够，
一次回踩只是次级别的一个三买，那么针对这个本级别的三买，需要2次回踩才能够成为这个下面这个大中枢的一个三买，这个一定要注意它的级别是不同的。好的，我们也对特斯拉做一个总结。月线上的话还没有成比，如果想成比的话，需要本月剩下的时间要涨20%以上，那么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大的。那么如果上涨的话，就要关注这个0.618这个位置了。在周线上我们也看一下，周线上现在是顶到了这个200均线这个位置，如果能够突破周五的这个高点的话，那么在周线上就成比了，一定要注意，成比之后就立刻就面对这个通道线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交叉的位置在200附近，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整数关口。那么在日线上的话，日线已经成比了，已经成比之后，我们就要看它的更小周期是否调整的够饱满。那么我们进入到了小时周期，到小时周期上，我们就发现它已经有2个中枢了，这2个中枢的高低点是有接触的，那么就造成了这2个中枢出现了扩张。那么出现扩张之后，现在164.35这边上涨，又没有出现出现了顶分型，但是没有出现出现三买的状态。我们需要等待就是出现2次回踩之后出现三买，那么出现三买，针对下面这个大中枢的话是一个三买，它还可以再往上走。所以说，那么我们的那个策略就很清晰了，针对这个中枢。好的，那么我们的周末漫谈今天就到这里了，再见。